做自由的模型 TCGO 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案分享。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这一款突然出现的新厂特战工业哨兵。从这个产品的最初热度来看，玩家还是比较吃这一套的，包括它的造型处理，至少比各种缝合怪要好上那么一点点。不过本款模型在外观上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按照以太精微杰斯塔 GK 进行改造的，最后改出来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怪。本款模型的现货价格拼多多168元左右，闲鱼148元左右不包邮，不过有江浙沪包邮的连接。同时很多玩家针对于这款模型目前评价两极分化的状态难以判断，这里我就不卖关子，直接下一个我个人的定论，除了外观之外全身都是问题的敷衍产品。虽说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从这个比较敷衍的盒子、零件质量、整体设计方面考虑，我严重怀疑这个就是混上的产品。曾经有过烈焰飞影、突击绝影，还有这两个最先打响99拼装合金骨架的产品。在这之前我们还做过一台名为乱纪元银河的产品，那款模型在当时我也是判断属于是混上的马甲，或者说是同一个代工厂制作，不过可能是产品本身问题太大，现在已经被人遗忘。而这一款哨兵对我来说，即便不是混上，也和乱纪元银河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款模型也是附带了合金骨架，整体的合金量还是比较多的，拿在手里的分量感不错，并且在脚腕的部分也是提供了液压杆的设计，这个部分也是给到了玉涂装，大腿根部的活动起来会嘎吱嘎吱的，膝盖关节会有一个咔的手感，腰部关节以及手臂的平台关节相对来说会松一些。纸制品方面包括水贴，还有一本说明书。本款模型一共是29块板件，其中这一次还给了一个蛇骨支架，也算是比较少见的配置。紧实度目前还不错，地台板件也比较厚实，就是表面会比较粗糙。另外其他的板件部分也都是这个状态，整体的细节刻画比较清晰，还不错，但是零件表面非常粗糙，甚至可以说会有一些埋汰，而且它这个表面颗粒感还不太均匀。本款模型在绿色部分是给了两种，一种是玉涂装的金属色，还有一个是绿色的透明件，效果的话其实还可以，但是漆面的瑕疵也不少。本款模型的红色板件是给了玉涂装，这个用 CT04 试验过了，这个漆面是可以擦下去的。光束军刀特效件给了两种，一种带漆面，一种不带漆面。这一次给的是需要玩家拼装的全可动手，做起来会比较费劲。藏蓝色零件也是给到了玉涂装的漆面，效果还行，漆面也比较细腻，甚至有点看不出来给了漆面。不过藏蓝色零件整体的细节刻画会比较肉，分模线也会比较多，整体看上去效果会比较一般。本款模型除了这两块黄色零件，还有铜模的黑色板件可以进行混搭配置。灰色和白色零件细节刻画相对来说会比较清晰，零件边缘的飞边会多一些。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主体、各种武器配件、支架地台、连接件以及一大堆的配件。配件里边主要包括全身的黑色条纹和部分黑色零件是可以提供的黄色版本，最好的状态就是混搭。透明件的部分就需要看各位的需求了，剩下的就是纯粹为了开模省事儿多出来的零件。本款模型的高度是21厘米，对比高达的话算是一个中小型的机体。按照这2年圈子的状态，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人吐槽，哎呀，你这都什么都和高达比，国模是国模，高达是你爹呀，你总用国模和高达比。对我来说，其实就当是用大家比较熟的东西来简单的做个参考就好了，多的就不用去考虑了。本款模型提供了2个头部，可以理解为一个吉姆头，一个高达头。首先来看一下墨镜机体的头部，喊了这么久的墨镜机体终于也是做出来了。眼睛部分可以选择透明件或者是玉涂装2个版本，并且眼睛零件内部的监视器也是有一定的细节刻画，感兴趣的也可以补色处理一下。监视器的零件安装会有明显的缝隙，这里需要注意，但是这个缝隙并不影响后续零件的安装。头顶监视器正中间有分模线，并且单看玉涂装零件，分模线两侧的漆面质量不同，其中一侧的橘皮会多一些。面罩部分和能天使会很像，甚至这个棱角处理也很像。头部两侧的耳机部分是提供了双份，可以选择进行更换。这一次我个人比较满意的就是这个类似于狙击型吉姆一样的可动目镜，并且在扣时状态下也算是严丝合缝，当前这个造型要比墨镜状态好上一些。另外这个高达头的话，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真的是有点丑啊，2个眼睛的间距会很大，面颊两侧的刻线几乎都是糊的，金色天线安装会非常紧，需要处理。这个头我个人真的不喜欢。脖子部分是单独的零件，并且脖子下端也有一个侧摆活动角度，整个头部的活动性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摆动的肯定是够用的。参考了一下网图，哨兵的胸部和杰斯塔 GK 的轮廓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不过除了胸部上方的这2个零件，剩下的在细节部分都是有进行更改。胸部这个部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加尔桑，但是这个零件内部啥也没有，并且零件设计上压根就不能展开。胸部骨架正常是设计了3个弯腰位点，分别是胸部上方、中间和胯部连接的这3个关节，但是
上端的关节紧实度会比较一般，在后续安装背包的时候会尤为明显。腰部的侧摆关节紧实度还可以，在安装完外甲之后，上端和中间的弯腰关节几乎是没有可动的，被外甲的限制会很大。不过得益于裆部前端中甲可以独立翻折，也能提升一部分的弯腰可动。腰部的平转是柱形卡榫连接，并且这个部分的手感也是非常的生涩。胸部上方这里的线条我没太看懂，是分膜线还是原本想做成刻线，但是压根没做出来的状态。前后裙甲的抬起活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构都是一样的。不过各个部分的白线零件会比较松，前后裙甲都是需要进行加固。裙甲内身的细节刻画比较不错，这个我个人是很喜欢。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零件边缘是很薄的，料子还偏软，给我的观感就是感觉用了比较垃圾的料子。这里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是从侧裙甲开始，问题暴露的就会比较多了。前裙甲和侧裙甲的质感完全是两个状态，侧裙甲的划痕和质感表现会很差，同时侧裙甲也是可以进行小幅度展开，不过上方的这几个零件固定效果会比较松，需要加固。另外为了展开方便，建议对这两个孔位进行扣孔。侧裙甲内部可以挂载2把手枪，但是手枪这个细节和表现，我只能说你们自己看吧，直接插进去就可以进行挂载，不过会有些晃荡。侧裙甲的根部也是带有折叠关节，可动角度会比较多。肩甲的结构设计会比较简单，前后装甲有小幅度的抬起可动，肩甲整体是有可动结构，侧面装甲也是可以进行活动。不过这个部分的左右和零件会有明显的缝隙，并且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毛刺和飞边会比较多。上臂侧面的零件设计会很差，这个部分拼接缝隙正好在中间，而且由于零件精度的问题，缝隙会比较明显。小臂这个部分从后面看卡榫也是没有完全安装到位的，部分卡榫的精度处理确实会比较差。这个部分安装了光束件的键柄，可以直接安插特摇件进行使用。特摇件是提供了2种样式，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2个键柄可以单独拆除，握持在手上，也可以尾端对接，像 C 的机体那样呈现双刃键的样式。本款模型的可动手的制作真的是比较折磨，零件小还软还细，安插手指连接件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麻烦，很紧。手背甲的安装也建议给它加固一下。好在最后拼完了，整个手指的紧实度会很不错。手掌内部还可以选择安装一个连接卡榫，用来增加对武器的握持稳定性。肩部关节正常是有抬起可动，但是肩甲会和胸部外甲产生干涉，这个部分没有提供活动的让位角度，导致抬起关节没有办法用。即便是可以抬起来，手臂也会被拖出，但是向下的角度倒是可以。由于肩甲侧面装甲的干涉，手臂平台最多只能达到90度左右。胸部引出关节幅度会比较小，加上手臂和胸部的关节是没有固定位点，这个部分容易松脱。手臂的平转和上臂的平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手肘部分上下都有一段拉伸设计，能够提升屈肘的活动角度，但是这个肘部关节会非常紧，活动的时候要注意了。腿部最大的问题就是脚腕前端这个装甲的添加非常多余，正好卡在了这个中间，阻碍脚腕的可动，并且拆除以后将内部的连接件进行收纳，也完全不影响整体的外观，纯有点多余了。或者内部的连接件你再给它延长一下也是可以的。膝盖前端的黑色零件安装是比较松，活动的时候容易脱落，需要加固。并且上这个刻线我没太看懂，这个是笔芯吗？小腿侧面的零件还可以进行拆除，不过这个零件没有留缝隙，拆出来会比较费劲。拆除之后就可以安装腿部外挂装甲，这个造型有点像马克兔或者是最高达的腿部侧面，并且内部也有提供复合型关节，带有一定的可动。同时推进器的中段也是带有一点展开，但是这个推进器安装上去之后，整体的比例会比较怪。对于腿部内外两侧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将推进器全部安装在一条腿上也是可以的。大腿根部的活动也是嘎吱嘎吱的响，手感偏紧，把玩一定要注意。胯部也是有设计引出关节，关节非常紧，需要用力。侧蹄的手感相对来说会比较松，尤其是在后续摆动的时候很容易垮。以前总会有朋友质问，你这一看就是修件修多了，我的完全不松，嘎嘎紧实。但是我想这一次如果还有质疑的朋友，这个成品骨架我需要如何修件才能修成这样呢？这个我真不会。而且我的另外一条腿还没有问题，所以也侧面证明了本款模型的品控是多么的差劲。再一个，我昨天还在视频预告底下看到了2个这样的评论，我不清楚这2个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但是我认为这也就是导致现在很多朋友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很难判断的一种原因。膝盖活动角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在活动的过程中，下端的关节会有一个咔的手感，固定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并且大腿部分还有一点联动，但是想要摆出狙击型吉姆的深蹲动作就不太自然了。即便是把胯部拉下来也不太行，如果在腿部底下多放一个盾牌，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整个脚腕的关节设计会比较优秀，无论是关节的紧实度还是可动角度，都可以满足后续的把玩需求。那么以上就是本款哨兵的主体部分，简单评价一下，就是零件材质一般，黑色零件侧面处理的会很差，但是得益于料子从正面看整体的锐度还是可以的，缺点也基本上都在侧面，除了腰部和侧踢，其他部分的关节紧实度还可以。如果不是要求太高，说句实话，能接受大扳，那么哨兵的主体你也能接受，而剩下的武装部分才是重量级。首先主体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零件组合的缝隙会非常明显，但是得益于会有零件遮挡，所以看不太出来，加上细节处理也还说得过去。但是我没想到这些问题在背包身上变本加厉，可以看到背包侧面这个崩坏的细节，还有这个大缝，甚至侧面这两个推进器也有相同的问题。你要说它零件不行，它部分细节处理确实还行，你要说它行，那就这种细节都可以和老高高抗衡了。背包两侧的推进器也可以进行正常的活动，和主体的连接两侧还有个卡位，固定的还可以，并且背包的主推进器也是带有轻微的可动，不过这两个推进器中间的这个部分会有一点歪，好在歪的不是特别明显。手臂的可选择武装就有这个导弹发射器，不过这个舱门盖板没有设计翻折可动，需要单独拆卸才能看到内部的导弹分件，并且手臂内侧的卡榫是完全一样，都可以安装导弹舱。本款模型的盾牌设计也是比较厚，不过说明书上还落了一个分件，这个部分还有一个握把分件 N11， 但是这个零件的固定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活动的时候总会脱出。盾牌是通过连接件安装在手臂侧面的孔位，但是连接件没办法完全安装进去，这个部分会多出来一点。连接件的另外一侧盾牌的固定效果非常紧，需要打磨处理，即便是将整个连接件进行翻折，最后和手臂的空隙也还是比较大，观感上会比较一般。盾牌和手臂的连接先介绍完成了，与背包的连接是和两把大枪相同的，所以一会儿一起拓展。根据说明书的指示，手持武器还有这两把核心手枪，由于握把没有卡榫，和手枪一样直接握持在手上就可以了。因为定位是核心手枪，就有可以拓展的装备，将狙击枪的组件一个个安插上去就可以。这个部分还是比较流畅，但是很多细节比较模糊，并且分拨线也会比较明显。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枪身是歪的，并且两把枪都是歪的。这里我还问了一些做了哨兵的朋友，他们的枪管都是歪的，就很难崩。而且不单单是枪管歪，内部的手枪本身也是歪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将狙击枪握持在手上这个操作调整的这个过程会比较麻烦，并且安装完成之后，枪托尾端的干涉也会比较大。手部的固定卡榫角度也有限制，会给握把撑出掰痕。最后的武器还剩下两个肩炮，尺寸不小，并且这个造型我个人很喜欢，尤其是侧面这两个类似于能量储存罐的设计，但是这个部分的分件会比较差，很细，把玩一定要注意了。另外，炮口前端还可以进行展开，但是这个展开的幅度并不大，而且由于本身炸弹3零件带有漆面，展开的手感会非常紧，并且整个炮的组合度就完全是一坨屎，不修件是很难安装的。这个时候再拓展一下盾牌和肩炮的连接方式。本款模型针对这个部分是提供了3种连接件，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这个固定连接件，直接安插在背包两侧任意一个孔位就可以，也可以连接盾牌和肩炮，固定的效果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只能进行平转调整，没有办法进行其他角度的调整。第二个就是有一段关节的零件可以安插在任何一个孔位上，同时可以固定盾牌和肩炮，得益于中间的关节是可以进行调整角度。最后一个是多段关节的连接件，只能固定在侧边的孔位上，上面这个孔位安插会非常松。另外一端可以安装肩炮和盾牌，可以调整的角度也会更多，并且连接件侧面还有多个卡榫，可以拓展安装我们上述看过的多个连接件。除了手臂这个，剩下的都可以进行安装。一侧可以安装最多4个炮，其实如果加强一下根部连接件的强度，你想装几个连接件都可以。如果不装的话，也可以使用填充零件封住孔位，但是封住的话就很难再拆出下来了。最后还有本款模型最好的配件，就是这个支架地台，也是目前为数不多提供蛇管支架的厂子，把玩摆动作会比较方便。支架杆的稳定性不错，即便是全装挂载也没有什么问题。地台中间还给了一个收纳部分，说是收纳盒，但是能收纳的东西少之又少，装2个腿部挂件就没什么地方了。替换头部如果不拆成分件状态，也是完全无法收纳。光束件、弹药件和狙击枪的组合零件更是无法收纳，只能说这个收纳盒给的用处真不大。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款模型的全部内容了。先总结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主体部分除了腰部关节以及侧踢关节以外，剩下的关节紧实度都还可以，正常把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部分零件左右核的缝隙，还有这种模糊的细节刻线，都在告诉我这一款模型的质量本身很一般。双头雕和腿部装备的提供增加了可玩性，但是天线
头做的实在是太丑了。当然了，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背包和武器配件的缺点过于明显，拉胯的组合度、拉胯的细节表现，甚至枪的模具精度还是歪的状态，无论是在制作还是最后的保玩体验上，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差的。至于价格，在不考虑外观的情况下，神域的素质表现甚至要比哨兵还要好。但是如果这个玩意儿呢，真的和乱纪元银河是一个厂子，那确实要比之前那个银河好上一些。主要是关节的稳定性有提升，但是零件质量还是一样的烂。最突出的优点可能就是完成以后的外观锐度要好一些，整体的观感对我个人来说要比各种缝合怪来的要更舒服。不过我也看到很多玩家针对于这一款模型的评论，大概了解了一些针对评论2级分化的问题看法。首先在外观上接受的朋友会比较多，同时这一款模型也恰恰在证明的观感还可以。另外就是有的朋友用更低的价格拿到了这一款模型，内心很满足。以上都是针对每个人针对自己喜好给出的看法，其实这很合理，因为喜欢所以会有包容。但是正因为有人包容有人不包容，最后会产生一个2级分化的状态。所以最后还是要看你能否接受这一款模型存在的这些缺点，而且还要明确你是否喜欢这一款模型。最后我的主观评价是，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价格，能接受这一款模型拉胯的组合度以及糟糕的素质表现，那么本款模型也可以作为你的选择，毕竟玩法和拓展性是很不错的，提供的蛇骨支架也是非常适合宝儿的。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